有妖。想往哪儿逃？分头追！别跑！追！撤！撤！血腥味儿，方才与妖怪交手了。正是那接连害人的妖怪。那妖怪呢？跑了。不过这一番交手，让我有了一些头绪。那妖怪可能跟你一样，是个贪财的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可还记得前几桩袭人事件？第一起是丁侍郎的夫人崔氏，她那日回家省亲，精心打扮，穿金戴银。第二起是田侍郎的女儿田娘子，她是城中珠宝房的常客，喜欢盛装出行。第三起是西市胡商，那胡商来自西域产金之地，一身的金子。还有这次遇袭的女子带了一对金耳坠，看来我们得施个绝，将她引出来了。二娘子，原来是明妆啊！明日二娘子生辰，皇后娘娘让奴婢来送份心意。原来是阿姐的贺礼提前到了。正是，娘娘还说往年县主生日，娘娘都层层遴选长安20位适龄郎君的名帖，可总选不出合适县主心意的。今年娘娘便不费这般闲心了，令各家名门上交所有合适人选的庚帖，以量取胜。相信县主定能觅得佳婿。
阿姐自然都是为了我好。那立马就见，明状传下去。我武二娘子明日在如意楼大摆生辰宴，广邀各家贵女才郎。是。真的要见。去跟他们说，明日寿礼一概不收，但赴宴者需盛装打扮，着锦戴金。相思房的歌跳得真不错，小竹鱼，别看了，都下职了，放下你的卷宗吧。谢郎君。谢郎君。哎，谢大才子，他的诗作可真是一绝呀！有的人一掷千金求诗呢。小竹鱼，那个就是谢家最坏的。排行老五，名叫谢罗柏，4年前还追过甄姐呢。小四，我去那边看看。行。梅家的人。这位小郎君是梅家哪一支啊？怎么从前没见过？哼，我们梅家的郎君还要向谢家报备吗？我见这小郎君的模样生得倒好，莫不是梅四郎为了撑场面，去哪儿找来凑数的？怕不是哪家的小官？就是。你们中午吃屎了？嘴巴那么臭！在下梅家旁支，和四哥算是同一曾祖。梅家旁支。好似前段时间确实有位小郎君来了长安。你是那个校验考进玄剑司的？正是。没想到梅家还有更晦气的人。胡说什么？玄剑司这数十年已如空舍，这位小郎君去了玄剑司，可别被耽误了前程了。这也要有前程才能有的耽误呀。找这般的人来相看，可别惹了五娘子不快啊！让五娘子觉得你们梅家只是表面上与武家交好，可转头却从犄角旮旯弄来这般货色糊弄。什么叫糊弄？你个谢大萝卜，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儿！若不是梅家想要糊弄五娘子，便是这郎君自己的心思，打主意想要通过自己这张脸哄骗五娘子和自己欢好两日，占占便宜吧。说到占便宜，今日五娘子设宴，你们吃着喝着，嘴里还是留些德好。一个梅家远房旁支，还敢这般同我们说话，看来梅家确实对子女管教不严。无妨，我谢家倒愿意代劳。不是，谢大萝卜，你想干什么呀你放开我！你上去教教这位梅小郎君。我？喂。谢郎君这是做什么？在我生辰宴上公然欺负人？五娘子这话说的，我等不过是说说话罢了。可惜，这位小郎君似乎没见过什么世面，心中有鬼，出口伤人，是一点面子也不给。
干嘛要给你面子啊？我看上的人，自然可以不给你面子。五娘子说什么玩笑？没有开玩笑，你方才不也说了吗？我挑的郎君比你生的好看。我没说比我生的。哦，你也知道自己比不上人家，那跟梅郎君道歉吧。道歉？凭什么？怎么？你也想跟小侯爷一样被踢出去啊？方才是这下人私自动手，与我无关。便留给五娘子管教吧。你过来。梅小四，你们家这位漂亮柔弱的小郎君，竟然被武二给看上了。这小竹鱼，这就飞上枝头变凤凰了。梅郎君，县主，可换我五娘子。我方才都帮了你了，不谢谢我？那多谢五娘子，但这小仆从也是被迫的，望五娘子不要为难他。你倒是好心。罢了，算你帮我吧。什么？蟹萝卜那帮人爱讲废话，但有一句话说的却十分有道理。小郎君这模样，生得确实不错，是可以哄骗人的。可惜我今晚有约了，改日找你喝茶。五娘子不必。不送。对了，你叫什么来着？在下梅竹雨。梅竹雨。让你走了吗？方才那位郎君说了，我是被迫的，他不会怪罪于我的。他不怪你，我怪。今日大摆宴席，本就是为你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我要走了。别装了，我一直暗中观察，众多宾客中，你的神色最为异常。我骤然引弓搭箭射向你，若是常日，必定下意识躲避，而你却十分冷静。我不过是被吓傻了。那是因为你知道，剑士伤不了你。你不好奇我为何会注意到这些吗？不妨告诉你，我不只是五娘子。昨日交手让你给跑了，于是今日宴席，我才令宾客穿金戴银，为的就是引你现身。昨日你遇见的不是我，还装傻呢？今日别想逃。小竹鱼，今日这酒不错吧？下次还跟四哥赴宴吗？慢点。什么声音？哎。没小郎君这般心急吗？改日都等不了。不，
我好似听到五娘子可还好？好，好的不能再好了。那打扰了。梅郎君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怎么，梅郎君好这口，要一起吗？欢迎来到长安妖室。长安可不是你随便撒野的地方，休想再动这些歪心思。我虽至此，但从未伤及无辜。这话你也能说出口？前日我亲眼见你生日，那不是我，不是你，是我的幻觉不成？我知道长安一直有人在追查他，我也一直在寻找他的踪迹。他？话说清楚。大人可知我原身是什么？每次不顺气儿就躲在上面，真是不新鲜。你倒是新鲜，如今在人间捉妖都不告诉我。说吧，为什么不将那符药交出去？因为凶手另有其人。你看，耳坠。耳坠成双成对，这符文耳坠也分一公一母。敷衍的是公符，作恶的是母符。而那母符之所以攻击携带金饰之人，是为了寻找丢失的另一半。小小耳坠也能化为精鬼，生出魂灵。方才听他所说，他们是在前朝时期被打制成耳坠，与人佩戴，因人之灵气所滋养，而化为精怪。没错，100年来我们左右同生，分公母为伴。碰巧半月前我们初到长安，见此繁华盛景，我便生了游玩一番的念头。直到长安近日发生诸多怪事，我才发现伏羲他在想方设法地寻我。之前我只是推测，那妖怪可能对金子有执念，原来是在寻你呀。可昨晚你为何又出现在如意楼啊？符类听觉灵敏，我听到他所发出的声音在如意楼附近，便想当面劝他不要再找我，更不要再害人，这才化作仆从混进了夜袭。我去将赴宴宾客再细细查验一遍。不用了，那母符怕是早已附在了别人身上。细想交手那日，
他大概已经走火入魔，若再不把他找回，难免会有更多祸端。这妖怪入了魔，就要万分小心。小珍，你是半妖之身，白日里毫无法力。我知道，好在符类也是昼伏夜出，我会等到晚上的。也都怪我，妖力低微，帮不到你什么。你当然能帮我了，阿叔，你可否陪我去一趟玄剑司呢？自然可以。上好的春茶，县主尝尝。还成。聂兄，你说这位县主真的是因丢失金银前来报案的吗？这不好说，我怎么觉着他的醉翁之意是在梅兄呢？那他究竟看上梅主是什么了？脸？梅小郎君这是不待见我啊？县主多虑了，梅主是怎么敢不待见您呢？过来，过来。昨夜初见，我和梅郎君颇有缘分，可郎君倒是心狠，知我丢了金银，也不安慰一二。那请县主说明原委，我等自会尽力。怎的？你这轻描淡写一句话，便是安慰了？县主今日大驾光临，我玄剑司蓬荜生辉啊！县主的事就是梅主事的事，他定不遗余力让县主满意。相思坊。五娘子怎么出来了？来找你玩。来得正好。怎么，你正好想我？既然五娘子报案说昨夜丢失了金银，按章程需要提交一纸诉状。你帮我写不行啊？按规矩，须得事主亲笔。得想个法子，让这小郎君离开才行。我有些饿了，劳烦帮我做些吃的。吃什么？都可以，复杂些的。今日诡案悉数堆积在玄剑寺，或许能从卷宗中找到蛛丝马迹。大叔，去吧。五娘子在做什么？参观一下你当值的地方。五娘子，这里到底是公务之处，怕是有些不便，不如去徐刺史之房里吃吧。哎呀！
不好意思，把你衣服弄脏了。我饿了，头晕。没事，吃饭吧。这小郎君还挺贴心。来了。是不是吵醒你了？不是，我正好醒了。可有找到什么线索？前日你与母父交手，那被他欺身的女子，后来便被送往玄剑司。经查，那女子名叫碧桃，是相思房的一位舞姬。相思房？而与她同吃同住的好友，也是相思房的舞姬，最近常在如意楼排舞，名叫浙流。果然，他是来了的，不能让他再跑了。走，去相思房。相思房，五娘子在同谁讲话？同你呀。我忽而想起，昨夜来了许多相思房的舞姬，许是有人见过什么。我左右无事，便想去问问。若谁能知道我的东西在哪儿，便不麻烦小郎君了。既然如此，我去一趟相思房便是。县主也要去相思房，再多带些人陪同可好啊？不用了，梅郎君不是同去吗？探案查情乃是公务，五娘子随同，着实不便。那可不行，到底是烟花之地，万一你去假公济私呢？哎，毕竟是我相中的小郎君，我更得好好看着。哎，你便陪县主去。哎，上哪儿啊？私事去车上。车？你管它叫车？长得跟我家马车生出来的一样。小郎君，不如与我同乘。不必，在下的车挺好。慢点啊，郎君。郎君，不是富贵，富贵！哎，富贵！车没了。五娘子，此举不妥。你到底去哪儿了？不要抛下我！不是！
今日为何没去习武？我们找了你好久。我有些不舒服。今天的贵客可都在等着呢。快跟我走吧。知道了，别着急。怎么了？不是。大爷来玩儿呀！哟，我二娘子呀！我二娘子好久没来了。是啊。这位是玄剑司的梅主事，他今日来有事情要问你。哟，小郎君，好俊俏的小郎君啊！你有什么想问的呀？是呀，你是想来问我呀，还是想问他呀？侯爷，等会儿，干什么呢？性感这么大的，赶紧给我闪开！小侯爷，五娘子，你来做什么？我来找茬。你是找麻烦还是找不痛快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别过来啊！我跟你说，我现在是对你一点意思都没有了。咱们俩是井水不犯河水。哎，你看，我现在已经有新人了，你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，我还未必同意呢。哎，公真，我跟你没完！阿叔。小侯爷，咱可小点声，别把那五二娘子再给招过来。怕什么？不信？你方才是跟那武真一道过来的吧？他踹了我一脚就走了，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这什么声音啊？你，原来你在这儿。是我呀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果真是入魔了。不对，这些不是真的蝙蝠，是妖巫的幻术。又见面了，扶摇，不必废物用功了。猫公大人，他是犯了许多错，但求您好歹饶他一命。我不是要杀他。猫公大人，他这是怎么了？应是你走之后，他染上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，被其侵蚀引发恶念，才会出手伤人。有人对他施了术法。除妖之术。小珍，来吃糖。阿叔，
他何时才能修复好啊？你这性子，还是这么着急？不是我着急，他着急。伏羲，伏羲，你别生气了。我未曾真的想要抛下你，只是百年来日日相伴，多少有些烦闷无趣。我只是想出去逛一段时日罢了。哎呀，伏羲，哼哼。他自行离开不过2日，你便扰乱了心绪，为何如此急不可耐？而这成双成对，一体双生，缺一不可。既然本身是一对而坠，那就应该时时刻刻在一起。彼此相生相伴，难以分离，自是感人肺腑。这世上哪有这么多生来如此的事情？你们能生出魂灵，长出智识，也是非常难得。怎么会因为没有了伴侣，便没有了意义？小福药，我们存在于世，本就不由他人，更不由天命。即便你只是一只小小的耳坠，也该有你自己的意义。独行于世，双生相伴，各有其美。如今伏羲神识尚在，待他伤势痊愈，妖氏对他伤人一事有所惩处后，你们俩便留在妖氏，过你们想要的日子。谢猫公。啊，等等，猫公大人，我此前妖变入魔，并非仅仅只是因为失去另一半，或许还有另外一件事。何事？我初来长安，以蝙蝠之形寻找这家伙，不料有一日化出原形，掉落在地，被一名相思房的舞姬拾到。他见我有些破损，便将我送入城中的一个珠宝作坊。珠宝作坊？是。我在那珠宝作坊的时候，仿佛感受到了一股邪气，它让我变得不像我自己。可这长安怎会有邪气？我记得那股邪气的来源是一块石头，红色的石头。石头？难不成是不化骨？不化骨？那是什么？不化骨乃含怨之人的遗骨所化，其所在之处常引起妖变，无论是人是妖，都极易遭其蛊惑。这么说来，我们得把不化骨寻回来。老大放心吧，这瘤已经无事了，服几服宁心安神的药便无碍了。玄剑寺那边可有起义？没有，说是耳坠都被蝙蝠所盗，藏于相思房屋顶之上。玄剑寺的徐鸾被群夫传言吓破了胆，他说没有伤及性命，自然懒得再查下去了。